好，其实现在两岸之间这一些话题，在国际上头，包括我们说在这次 G7， 甚至呢，大家都还在讨论的是台海安全。其实这次的 G7， 有人是这样子在看这件事情，说今年的 G7 叫做不受欢迎领导人俱乐部。此话怎讲？来。这个是有人帮你做好整理了，包括什么？包括从意大利开始，意大利总理没有过半，杜鲁道加拿大没有过半，还只有差40%不到，支持度马克宏也算是新低了25%，更不用说了，这一路过来，日本的岸田文雄、拜登、肖兹还有苏纳克，没有一个人是破50%的，而且这里头基本上大家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评语，叫做是不是各怀鬼胎？什么自己心里头都有在这一次峰会他想要达到的目的跟想做的事情。不过更多人呢，可能是心里头还心系着国内。为什么会说他们的支持率变成了不受欢迎领导者？因为国内都有一些纷争，比如说法国的马克宏，现在呢因为年金改革，结果竟然在南部大城有人把它变成了希特勒这种讽刺海报。比如说德国总理肖兹，现在在他们的国内呢，则是很多人在讲，你当时呢在当这个内政委员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汉堡的一系列谋杀案，你到底有没有帮助掩盖罪行？这一些被拿出来一一的检视。还有的就是在英国的苏纳克，原因是因为他的内政大臣说超速驾驶，结果呢好像要把人家压下去，闹丑闻，这一些他们都赶着回国拆弹。好，心里头好像就没有这么定了。但是在这一次，美国如果说真的是心里头有什么想法的话，好像是希望大家是不是炮口一致对向中国。好，可是现在呢，却是变成了去风险不脱钩。有专家就讲了，基本上就是很多人担心不要把北京给逼过头了。美国想要大家说，那我们之后呢，对中国的投资还有这一些目标我们都必须要进行管控。但是包括了德国、法国、日本，基本上都好像没有完全的跟他站在同一个阵线上。甚至大家强调的是什么？是我们其实没有要阻挠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进步，我们不是要伤害中国。好，韩国这一次也有被邀请去 G7 这边，他们是在这次强调说没有我们加强韩美关系不等于忽略对华关系，怕的是什么？大家都要跟中国做生意要是把这个东西讲得太死了太偏了，当然怕的就是自己会不会蒙受其害。好，美国现在呢在经济学人这最新的一周刊里面，封面上面就提到到底他们要怎么样来领导全球。小标题写的是拜登政策还有他的缺点，然后你看到呢这个封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灭火器，讲的就是美国是不是试图的想要降低美中之间的一个紧张关系。好，毕竟呢先前讲得很强硬，都说对美呢就是一定要直接尬起来或者是不能让他们牟利讲的都很决绝。可是现在却是提出了一个去风险 de-risking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大家就讲了，那跟原本讲的就不一样。那跟你原本在制定一些比如说晶片制裁等等的政策的时候，好像那个立场没那么强硬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又扰乱了整个原本政策的合理性呢？好，毕竟现在晶片战事已经开打了，看到中方也有所反制，他们封杀了美光科技。那美国现在呢，则是赶紧跳出来说，我们严重的关切。好，可是呢？然后呢？美方会缩手吗？ Wall Street Journal 就直接讲了，这一次他们是以国安为由，禁止美光的这一些产品能够去进口，能够被采买，就是要显示出中美关系的紧张。然后呢，在这个媒体的报道也特别强调了，这就是一个报复性的行为。甚至还有人说了，你以为只有美光多少人在中国做生意？高通在中国的营收是60%，博通在中国跟香港加起来的营收是35%，这些都叫做水岸第一排，很可能就是下一个。那你就直接问到，所以中方的反应是什么？中方也很直接讲没有我们是欢迎所有遵守法规的企业。但其实这里头的隐藏含义是什么？是不是也代表着我们也想看看到底美国的态度是什么？毕竟现在中方的商务部长还是强调，我们希望实现共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看海中国市场的，都能够来进一步深耕。但是美国
好像没有松手。美国现在要取消维宏2亿美元的一个合约谈判，一些补助。好，原因是什么？疑似跟中方关系密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生意还做得成吗？接下来的这一些企业来到中国，真的不会有问题吗？环球时报的一个特刊呢，他们就直接讲了，说美国是不是宁愿看到世界末日，也不愿意失去霸权呢？到底所谓的里子、面子，他们要的是哪一个更沉得住气？回过头来请教委员怎么样来看 G7 峰会被说是不受欢迎领导人峰会。这一届的 G7 的领导人的确是没有什么看头，比较有看头的啦，反而是这个 Meloni， 他至少45路已经到了 50%，49%嘛，已经不差了，至少比蔡英文高很多了。前一段时间呢，有美国媒体就开他们玩笑说 G7 是7个小矮人，那我要更正一下我觉得 Meloni 表现不错，应该是6个小矮人配一个白雪公主。所以这一次的 G7 为什么大家不看好，而且也没什么成果，好像就专门去帮这个岸田文雄撑场面用的。这个马克宏会被描写成希特勒，是因为前段时间有关于那个退休制度的改革他是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让他过关那难免在他们内部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争吵，不过影响并不大但至于这个德国总理纳兹去处理那个新纳粹的事件的确在德国是有很多争论的但是看起来目前对他的伤害还是不如他对俄罗斯制裁所产生的经济危机的伤害来得大所以苏内克他从一开始就本来大家都很看好，应该很专业可以处理好英国的经济问题，因为英国的选民而且保守党人对他寄予厚望，是能够快速的解决这个特拉斯所留下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经济难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他都提不出什么好的方案，还在原地踏步，而且还造成欧洲国家可能这些大国里面唯一这个经济成长率是负的国家，所以难免的他的支持度会一直掉下来那 G7 说要跟中国去风险不脱钩，那很简单嘛，就表示他们跟中国在表达某一种缓和的姿势就是不像以前那么这气势很盛凶巴巴的样子，看起来他们已经没有实力再凶下去，那至少在短期内不会这美国对中国大陆政策这基本上本来就互相矛盾，应该不叫断层线就是它有2条线，一条是华盛顿线，一条是什么？华尔街线。那华尔街线一直希望跟中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合作关系，那华盛顿线一直要跟中国维持一种打打杀杀的关系，那两边的不稳定，这经常有时候好像强硬，有时候软弱这个美国人自己要想清楚这个问题搞到最后自己会遍体鳞伤。那中国现在从美国那边学的这些技巧也学得不差，因为美国人动不动用国家安全乱封锁很多的中国大陆的企业，现在中国也学会了，他也来个国家安全调查一下美光，那至于会不会延伸到高通跟博通那目前还并不清楚啦但是以中美2个关系这个不排除其他企业都有可能被纳入修理的对象。好，来请教一下岳老师，您怎么样看？我觉得这次那个 G7 的高峰会它里面有一个重点搞错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开的时间刚好跟那个中亚高峰会是重叠的嘛。中亚高峰会呢是强调经济上的合作互相拉持由中国方面的话呢，就是第一次主导这中亚地区。而 G7 的话呢，原来成立的话呢，是一个纯粹的，就是说是经济组织了。那这次的话呢，它这个政治味很浓厚。那政治味很浓厚的主要原因呢，就是那个美国本身来讲，是要原来的话呢，就要大家原来在这个财长会议就要通过中国使用经济胁迫，然后这一次的话呢，这个 G7 的整个这个会议当中的话，又强调要针对中国要列出一些项目，但是呢，实际上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我先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经济上最重要的是你的市场、你的产品，尤其是像 G7 这样子的国家，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它要卖，它要有市场。那这个市场当中的话呢，要有钱，要有购买力。那你不卖到中国的话呢，你基本上就是放弃了占比很高的一块市场。所以这些国家的话呢，只能够说是跟美国
演出貌合神离啊，包含主办国的日本都不愿意表达非常强烈的立场，对不对？这底下的话呢，有关于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它里面讲的一个观念啊，因为我自己有看到它的这个原文呢，我跟大家稍微强调，它这里面强调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说美国本身呢是有这个能力，但是美国非常非常的强调自己的话呢，要拉帮结派，让别人来发现自己的力量。美国自己实际上该做事，但是美国似乎这里面讲的用 underestimate， 就是美国低估了自己的实力，意思讲得很明白，你要搞中国，你就自己站出来搞啊，你为什么拉帮结派呢？他讲的已经非常清楚。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几次导致他的友邦们都很困扰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说，那中国有样学样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怎么样对中国，中国就怎么样对美国，另外再加上就不理你。这个不理你的结果让美国非常抓狂，因为我在想70、80年来，美国还没有发生过有人愿意不理他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在持续的当中，然后美国的企业在中国没有受到保护，就像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不受保护一样，那不是刚好而已吗？对吧？是，来店长。上一节我们有讨论到这个 DNA 哦，那的确每个民族有它的根深蒂固的一个 DNA， 不管过多久。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仔细去看 G7 这7个国家，当年都曾经派兵参加过8国联军，每个都有。所以这些国家的 DNA 是什么？就是喜欢团结起来欺负别的国家。为什么他们喜欢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高人一等，他们是优等的白人。那日本不是啊，但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他就要脱亚入欧，他认为他是优于大家的。对，他认为他优于亚洲人。对。那我现在要特别提醒哦，所有这些其他几个美国的小弟哦，参加这些东西，这次准备来一起欺负中国的这些国家，请你们注意一件事哦，美国为什么现在打中国打得这么凶？好比说华为这样子去弄他。不是因为他讨厌中国人，而是因为他们威胁得到美国的霸权，就这么简单。所以，假如今天不是中国威胁到他，我举个例子，当年日本是不是威胁到了美国？美国不是一棒子把你打下去了吗？你将来再等着看。如果好比说加拿大，如果好比说英国，都跟美国是血缘呐，这几个国家有一天你试试看，他威胁到美国，美国一样照杀。因为他就是六亲不认，他就是要维持他的霸权，这是我特别要讲的哦。这些国家现在你不要跟着这个大恶霸来欺负别人，有一天你也会被人家欺负。如果你冒出头来，只是你没有冒出头来而已。美国有一个非常坏的习惯，叫做棒打出头鸟。中国现在是出头鸟，华为也是出头鸟，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在打。那还有一个就是，其实现在打到现在哦，我的感觉，美国已经败相已露。上一次啊，我看那个拜登在宣布他的连任的时候讲话，有一句话其实我看的是很伤感的，你知道，他在那好活泼，在那讲了一句话叫做什么 ？Everyone should get a fair chance. Everyone 应该要有一个公平的机会。你是不是现在这个市局轮到了中国人要希望能够出头的机会？你们为什么要全世界这样去打他？你们有没有给中国一个公平的机会？美国人真的要去想一想啊，这些跟着在一起欺负的人也要想一想。日本曾经被打下去过，现在轮到的是中国。有一天如果你起来了，美国一样六亲不认的打你。好，其实我们讲到了这次 G7， 拜登他自己本身也忙啦，也赶啦，包括了我们都知道，他出发之前就说他行程必须有所调整嘛。结果这一回呢，说把这个韩国找来，尹锡悦、岸田文雄，大家谈一谈，结果谈2分钟，赶紧就要走了。为什么？因为国内真的发生事情了。来一个最新的快讯说美国华府呢，在星期一，也就是当地时间22号的晚间，发生有货车刻意冲撞白宫外围安全护栏的事件。当时呢，特勤人员当然赶紧就上前来做相关的慰安，同时这个嫌犯说已经被逮捕了，这个人可能是刻意犯案，而且呢还说在现场发现了一面纳粹旗帜。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的，我们来看看外电有没有更多的讯息来告诉我们，国内为什么对于这个情绪上头可能有一些不满，大家会有一些浮动？因为呢看到了国家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现在要赶回去的就是要处理美债了。好，现在呢，拜登跟麦卡锡的第1次的会议结束了。那麦卡锡的讲法是说，谈得比之前更好，什么意思？就是至少有得谈。好，可是呢，双方好像都没有想要真的让步，包括共和党这边讲啦，这个星期他们绝对不会制定任何坚定的计划。好，拜登甚至讲什么，说我已经尽了我的职责了 ，I've done my job， 我已经把我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好，那如果真的违约的话呢，我无可指责，什么意思？就是责任不在我啦，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我真的把我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所以呢，该做事的是共和党人啊，你们应该放弃你们的极端立场了。好，不管是哪一方，对于美国人来说，特别是对于这一位财长耶伦来说，他想知道的就是什么时候把这个问题解决啦？因为现在6月1号。可能就要违约了，我们只剩下1个星期的时间哦，甚至连防长都跳出来讲话了。他们的防长 Austin 讲说：“哎呦，这对我们军人来说很严重啊，因为如果真的违约啊，真的没有钱的话，是有140万的美国军人会领不到薪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谁还能够在我们的前线帮我们守护家园呢？好，更何况在这个时间点，突然出现了这么样一个说应该就是 AI 合成的影片。好，这个呢其实是在一个 Twitter 账号，但是它是经过验证的。通常说经过验证的 Twitter 账号，大家就会认为它应该不是什么假账号。可是这个账号呢却分享了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附近的爆炸虚拟图像。好，这个照片一放到 Twitter 上头之后，美股突然之间发生说，哇，这个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就崩跌了。好，后来发现没有，这个是假的，是 AI 制图的。当然后面再慢慢的拉回来一些些，网友就讲了，你看看 AI 制图现在这么样的厉害，一张假的照片都有这么大影响力，如果真的是美债违约的话，那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现在呢，对于拜登来讲，美债这件事情很重要之外，还有就是美中关系也很重要。除了中方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债权人之外呢，美中关系，拜登说呢，他们很快会解冻的，甚至要考虑解除中国防长制裁。好，要必须知道，李尚福现在还被美国给制裁呢。可是当他抛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中方好像没有回应，结果马上美国国务院又跳出来更正、指正他们总统说的话，说没有，我们不考虑解除李尚福的现行制裁，甚至还说这个制裁其实不会造成我们两方之间的军事谈判。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抛出一件事情，然后又再次的去更正？大家就说是不是试试风水，试试水温？原因是因为6月的商会，现在 Austin 已经讲了好多次了，我希望可以跟李尚福坐下来谈，但说了这么多次，中方还是没有回应。毛宁只说了，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只说，你们一边要说沟通，一边要不择手段的打压，这哪里有诚意呢？要回到正轨，你们必须要做出你们的诚意。另一头呢，则是发现，在这一次，其实本来呢，拜登到了 G7， 他还要到南太这里来，要制衡中国的势力。那现在，因为美债问题，他没办法来，就派的布林肯去造访南太。巴布纽几内亚这个国家现在呢是代替拜登来签署防卫合作协议，但其实在巴纽内部，从拜登不来就已经开始很多人不开心了，然后现在更是批评他们总理，讲说你们跟美国签了这个战略的相关防卫合作协议之后，其实就破坏了我们战略自主的一个传统了，甚至还说我们给了美军太多的自主性。为什么这一次美国要再回防到南太这里来啊？当然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开始在这边有越来越多的动作了，包括了他们其实呢也在东加这边有成立了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所以呢才会让美国再一次来这边，好几年没有大使了，再来设大使，然后甚至呢之后说吉里巴斯啊，还有这个万纳度也通通都要再设立大使馆，就是要回防南太。然后也看到中国的海军说，已经呢能够在没有海外基地的支援之下052D 导弹驱逐舰可以来到大溪地，
就是第3岛链的这个地方。那如果它能力已经能够来到这里的话，在关岛第2岛链这一些太平洋，现在说还能够让双方势力一样的是相当吗？甚至中方在东协高官的磋商会这边呢，即将要在深圳举行。东盟已经讲了，我们在2个老大中间，我们没有要选边站，我们希望各谋其利，我们希望大家都很好。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采取了中立态度，那双双成长。所以大家就要讲，在2个大哥之间，南太这边他们可能也看到了怎么做，也许对他们自己比较好。大家开始在思考地球之上，在这个地图之上，你跟大国之间的距离会是什么？回过头来，请教委员怎么样来看美中关系？现在拜登说很快就能够解了。会不会很快就解？那再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吧。因为拜登在拉拢日本跟韩国凑在一起啊，就是要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半导体架构的一个抵制跟这个围堵啊。那也在军事上啊，要对中国做一些比较不利的行为。那中国大陆看在眼里面，他当然心知肚明啊。那至于拜登他的内政问题上有个很麻烦的地方啊，跟他比较亲近的 CNN 啊，今年2月中旬都还公开讲，指责他说，拜登你已经这么老了，干嘛还这么爱说谎？因为他不断的讲了很多谎话，在 CNN 已经这么亲他的媒体都不客气，都公开的批判他这一次啊，他说美债如果违约那他不用被指责，他无可指摘。就是你干了，你什么好笑了，对不对？难道还要怪麦卡锡不成啊？共和党已经准备给你1亿5千万，1兆5千亿美元的一个上限，条件是每一年要多砍4500亿美元的赤字预算。那你不愿意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卡在那边。那到时候就看选民怎么去解读这个问题啊。那拜登就开始开动他的宣传机器。耶伦说的还好啦，耶伦没有说特别说该推给谁，但是啊，这个奥斯汀又开始接着讲话了。美国国防部长公开讲谎话，他说如果在线违约的话提不上去我们美国军人领不到薪水，他有没有搞错啊？历年来美国论债务危机啊，这个公务员军人薪水都不是问题，因为那什么，美国军人是有特别的法律保障这个跟这个预算支付没有关系的。他国防部长干这么久，他不晓得我就很纳闷了所以显然是故意说谎，要来煽动情绪，把责任推给共和党至于美国五角大厦其实不只是说 AI 图的会让他紧张啊，因为当时在911里面，他差一点被炸掉嘛，所以难免大家会有这种压力，股市反应当然会比较强烈一点至于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这个反正中国大陆也不急，就把它晾在那边了至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的国际安全论坛这个李尚福跟奥斯汀当然会见面啦，但见面就是公开会议谈一谈的，私下会不会讨论就变成一个指标，就表示说如果会的话中国大概就会比较容忍所谓的制裁。但如果中国想要说你不取消制裁，一切免谈，而取消制裁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再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香格里拉的一个会议也不会有所谓的私下的会谈所以毛宁讲的话也是表达这种态度，就是说中美要回到正轨。那什么叫正轨？就是不要互相打压，叫正轨。那如果你动不动要互相打压，那什么叫正轨呢？中国对于南太平洋的政策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你跟中国交往，不必去牺牲第三国，也不必说去避讳第三国，大家都公平公开的来交往所以印度要去也可以，美国要去也可以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做一件事情，像布林肯跑到任何地方都去说中国的坏话他这个会让你债务负担太重他一带一路会给你带来很多债务无可想象的负担，要不然就是这个中国的军舰怎么样会怎么样就讲这个实在是我觉得布林肯怎么唠唠叨叨像个大妈一样到处去说左邻右舍的坏话，是很怪那至于这个所谓的这些在中国要跟东协，其实中国跟东协的关系是越密切，也不必压抑说他们越来越走的那至于中国的海军会出现在大溪地，没有好意外这是正式协议签的大溪地是法国的属地，
那上一次马克龙已经跟那个中国签的就什么，他们叫做中国大陆的南部战区跟法国的所谓的新什么波利多尼亚属地签了一个军事互访交流的协议啊，那所以法国的这个军舰也可以在中国海岸走来走去啊，那中国的军舰在大西地走来走去，就是这个交流的一部分啊。美国你紧张什么？难道大西地那么大，太平洋那么大，只有美国军舰可以走，其他人不可以吗？好，我们先进广告哈，广告回来我们再来请教其他2位嘉宾怎么样来看现在的美中关系。上一段讲到了，拜登一直告诉我们中美会解冻啊，然后突然传出一个说，哎呦，我们还考虑解除李尚福中国国防部长他们的一个制裁，可是马上美国国务院这边就说没有，我们不考虑解除这个，有没有制裁根本跟我们对话没有关系。岳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拜登呢是不晓得狗急跳墙还是干什么，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啊，因为美国本身呢，大家不要忘了，美国是一个很讲法律的地区啊，不管你说他不管什么理由啊，但是他说要制裁一个人的话呢，他这个法律的部分是搞得非常严明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李尚福真的有一点莫名其妙，我到现在搞不清楚制裁他的理由什么，好像就是说跟伊朗啊这边有一点这个军事交流什么，人家原来就是一个科技专家嘛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呢，我必须要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我刚刚说过，因为美国呢根本就没有想到大陆呢就完全不理他。完全不理他，然后呢，任何层级不是说只有拜登去不了中国就是说布林肯呢根本就不要，然后呢话呢，耶伦也雷蒙多什么讲了好多次，说我们要去，结果后来都没有机会甚至于有很多报道就说出来了。还有更难看的是，那个原来的话呢，外交中的主要人物应该是布林肯对不对？结果呢，王毅跑去跟苏利文然后呢，在那个维也纳还谈了好长的时间。这里面的话呢，把这个布林肯晾在一旁。布林肯被晾在一旁不说，还跑到巴纽去了，说良心话，在地图要拿放大镜才看得到的国家。这布林肯现在感觉上就好像没什么发挥的余地。但是我必须要强调，现在这个问题的话呢，因为这个美国一直认为说事情很严重，那这个李尚福的话呢，跟奥斯汀呢，他们非要见面谈一谈，为什么呢？因为要避免擦枪走火嘛，因为大家的话呢，这个海权的环境，这个海权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东海、台海、南海的危险，然后以及再加上太平洋这边的问题的话呢，也就是非常危险。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奥斯汀呢也要跟这个李尚福来见面谈一谈。美国本来是顺理成章，觉得有国际会议的时候香格里拉对谈的时候呢，可以讲讲话。但是呢，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不单单是毛宁就是外交部的发言人提这个观点，崔天凯原来驻美大使的话呢也说过这句话，就是说呢，想要这个美国跟中国来往的话呢，8个字，第一个的话呢，相互尊重；第二个的话呢，言而有信。就这么简单。实际上的话呢，我必须再强调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来自中华文化的人都会了解，任何人的交往，不要说是国与国了，就是这8个字，你一定要尊重我。同时的话呢，你跟我讲的话一定要有信用，你不能够说一方面拆我的台，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要想跟我好，那是不可能的。是，好，我们最后呢，等广告回来，邀请舰长来帮我们做总结。节目最后要请舰长帮我们总结。我特别是感受到，就是川普原来不是要去那个南美那个小国去，然后但他突然一下爽约跑回去了，对不对？对不起，拜登。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其实每个人最关心的都是自己，你知道？你不要期望他有一个很善良的心。对拜登现在而言，大家去想一下你认为他最烦恼、最忧虑、最努力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只有2个字，叫做连任。他就是要连任。那你说他现在很忧虑美债跑回去那他怎么会忧虑那个美债呢？他是怕美债这个问题拖累到他的民调，影响到他连任，美债会出什么大事？奥巴马那时候那个联邦政府还关了21天呢，每个政府都几乎碰到相似的问题，都要碰到那么一次。就是他不会忧虑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但他忧虑这个问题影响到他的连任。所以你记住看，从现在开始，
如果川普冒出来跟他竞选，川普的民调慢慢赢过他，你会发现拜登会越来越急，越来越专注，然后他会把俄乌根本抛诸脑后。如果那个时候民调普遍的说我们不愿意卷入这个战争，然后川普也说不要这个战争，他会立刻把乌克兰跟个弃子一样丢掉。然后最近川普讲的2个东西，我印象很深。他说，第一个，如果上一次是我选上美国总统，俄乌战争根本不会发生。记住啊，这是他说的啊。第二个。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好，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的教授苑志正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张前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最近我们常常在讲选举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特有的名词，像是在上一次选举的时候，我们就忽然发现 DNA 这3个字现在很红DNA 这个词现在赖清德又把它拿出来讲了，原因是因为要酸国民党，说你们没有初选，你看看国民党就是没有民主自由的 DNA。好，这一句话呢，当然就是为什么？因为侯友宜讲啦，民主自由 DNA 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了，那他就直接反酸对方，当然就是要把所有这一些好像比较支持蓝的，是想要把我们都归类为不民主的人士吗？那我们也要问选总统现在怎样？真的要选到先验 DNA 吗？联合报这个就在问了，说 DNA 是什么 ？DNA 其实是遗传基因啊。我们从语言逻辑来看，这个比较偏医学层面的。那赖清德你是医生你应该会比警察出身的侯友宜更知道 DNA 的造句，而且你一直这样子的讲法，好像你也要想起2019年你那个时候初选的时候，还被这个当时民进党的某一些侧翼抹红成中共同路人，那现在呢，你是用同样的一个手法，想要再去抹红别人吗？万万不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者是什么？再者是之后赖清德讲完这句话之后，好像民进党里头开始就朝着这一句猛攻。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嘉就在讲了，为什么要狂打这个国民党没有民主 DNA， 为什么要狂打侯友宜讲说台南人没眼睛这些失言？最主要呢，就是要让大家只想着这件事情，然后你就会忘记其他的事情。你要让整个对决激烈化，他说就是为了想要边缘柯文哲。其实讲到 DNA， 我们说近年来他们常讲，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们有例子的。好，带你来看到2022年去年选举的时候，王定宇说什么？王定宇说跟检头牌是国民党的 DNA。陈时中选举的时候说什么？说自己有抗中保台的 DNA。蔡英文也常常讲说呢，这个转型正义要誉为内化为政府的 DNA。蔡英文更曾经说什么？前阵子的那个脸书上头还特别 P 了一张图，那个主视觉就讲说民主是我们的 DNA。也曾经说啦，苏贞昌他们一家人都有所谓的冲劲 DNA。当然啦，总统都安尼讲下面的人也会常拿 DNA 来做文章。赵天麟也曾经讲啦，派系年龄从来不是民进党的 DNA。怎么民进党这么喜欢讲 DNA？ 好像什么都可以冠上一个 DNA。那一讲到 DNA，读历史的人是这样讲的，说好像最常强调 DNA 的历史上头是纳粹。好，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当时为什么会有纳粹？为什么希特勒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作为、一个政策？是因为他认为他要建立一个纯种德国人。就是讲的其实不就是 DNA 吗？其实讲到了 DNA， 民进党内部他们过往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些的辩论，包括什么？包括当时呢，这个2004年亚洲周刊的报道，标题就写着台湾需要拒绝纳粹的英文。其实讲就是这个 DNA， 就是在讲说种族族群议题，反省的是什么？是大福佬沙文主义的人说往往会受到打压。讲的是啥？讲的就是讲，好像不讲台语就不爱台湾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吗？或者是到底什么样才是所谓的 DNA 呢？那个时候的沈富雄还曾经呢
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受到党内同志的挞伐，从爱台湾变成不爱台湾，里头呢在讲这个扶老沙文主义有所批判，当时也比较激动的，比较有这个相关的说法的，也包括了段宜康，因为他说呢，其实这一些的症结点是不是不觉得自己是优秀的族群呢？他也曾经抨击过所谓的扶老沙文主义，但是我们就必须要说了，讲到 DNA 这些事情，想要说的是什么？讲到了国民党没有民主自由的 DNA， 讲的是想要抹红别人，是想要把台湾再分化出来吗？其实现在在台湾而言，最不缺的真的就是这一些的所谓的政治语言，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这次的选举，很多人认为是战争与和平，那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战争恐惧？现在呢，大家就在讲了，美国给我们的承诺是什么？有媒体报道说，台湾纳入美国的核保护伞里头是不宜公开，是什么意思？是真的有在讨论吗？吴钊燮的讲法是说，美方就此议题跟我们有所沟通，内容不适合公开说明。哇，讲的好像很暧昧哦。然后这些战略学者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真正懂的人是告诉我们，吴钊燮其实是不是在内宣，在故弄玄虚啊？因为就美方而言，要纳入他们的核保护伞，必须要跟他们是有条约的承诺盟国，就算有共同防御条约，也不一定呢会就直接纳入他们的核保护伞下头。例子是什么？例子是南韩，还记得吗？现在大家也在讲什么？也在说，真的我们需要所谓的美国核保护伞吗？好，原因是因为对岸好像曾经说过，他们不会首先使用核武，也不会对无核的国家威胁或者是使用核武。那如果这件事情，我们认为啦，这么懂外交吴钊燮，我们的外交部长一定知道，可是现在却是有这种有沟通，但不宜能够公开说明，这种欲言又止这样子的一个手法，是不是其实是想要让民进党的支持者听完之后有感受的呢？而我们看到美国现在这一步是他们即将要拨说154亿元来强化台湾的军防。好，他们讲说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呢，这个感觉就是比照原乌模式。那先前前国防部长现在这个冯世宽，我们的主委就直接讲了，这你要思考一下，你接下来之后是不是会付出不可预期的代价？而郭正亮则是直接说了，那我们要拿他的东西的话，那就表示他一直要把这个东西塞给我们，是不是因为他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准战争边缘呢？回过头来，我们要好好思考的是，到底台湾人需要的是什么 DNA？ 来，郑源委员，现在 DNA 这3个字太红了，赖清德也都把它挂在嘴上。赖清德讲台语好不好 ？DNA 要怎讲台语啊，莫讲英语啦吼。伊讲国民党没有民主自由的 DNA， 那请问一下赖清德，你有 DNA 吗？你可能 DNA 都没有啊。你不是说，请问你身上有没有中国人的 DNA？ 那如果你没有中国人的 DNA， 你 DNA 从哪里来？那你既然没有你的 DNA 没有来处，那表示你根本身上没有 DNA 啊，没有 DNA 就不可能有民主 DNA 或不民主 DNA 都不会有嘛。所以赖清德在耍什么宝？我想这个整天为保卫台湾治安，那甚至于冒着很大的风险啊，可能牺牲生命的侯友宜，整天在找法医验尸，他怎么会不晓得 DNA 呢？他绝对比赖清德这个复健科医生出身的看更多 DNA。所以我们不用去吵这个问题嘛，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国民党不自由不民主，那可以啊，那你民进党更自由更民主给我看好不好啊？要不要点几个你关什么媒体的啦？你这个控告那种老太太用那什么社会秩序维护法3更半夜去敲人家老太太的房子，你们民进党就有民主自由的 DNA 啊，好笑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你自己没有中国人的 DNA， 那你赖就不要信。我帮你取一个英文名字 LIE， 信赖台湾就是诈欺台湾LIE这个我这样英文对不对？lie 那没错 ，lie 对没错嘛，信赖台湾说谎的清德。所以我就吵这种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你们民进党有跟那个诈欺犯吃饭的 DNA， 有出席诈欺犯酒会的 DNA。你们还有用8000块可以租女房东的 DNA 哇，你们花样的 DNA 可就多了
那蔡英文呢就不想讲难听的话了哈。至于这个民主政治的选举，就看谁有能力、有号召力。那如果你自认为说，批评侯友宜没有民主自由的 DNA， 你就会拿到选票啊，你就继续批评啊，欢迎你批评哦。那这个当然了，刚才主持人提到说，这是不是用种姓制度？简单讲就是嘛，像那个谁啊，段宜康当然很可怜啦，因为他的台语不太会讲嘛，讲到美令邓哈，那所以啊，他经常觉得被压迫。那在民进党里面呢，外省籍人不太会讲闽南语，稍微抱怨个2句，就有所谓的台语工作者出来消遣他说，争取平等是曲解啊，是沙文主义啊，哦。这民进党较酷刑嘞，去民进党内底也要讲台语啊，他们讲也无几个啦，真的能够讲得像样的台语的也没几个人了讲美令邓的人一堆啊，偏偏都喜欢在耍弄，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在台湾这么一个进步的社会，怎么会有这么落后的思想，这么肮脏的思想，这种要丢到历史垃圾堆的思想，实在很可笑。那至于所谓的贩卖战争的恐惧以前马英九在当执政的时候，有人会想要战争吗？那为什么你民进党执政就会想要战争？那为什么你赖清德执政，大家对战争的恐惧比蔡英文更高？为什么？因为你想要搞台独嘛。那你又没有能力去搞台独。如果你今天有能力搞台独，说哇，我一搞台独的话，哇，全世界每个人都呼应啊，美国也支持，全世界都支持，那就来搞啊。可问题是你不行啊，你什么都没，本事都没有啊，那就弄得什么？弄得整个地区高度的不稳定，台湾高度的危险，还扯到要用核子武器啊！就中国大陆来讲，跟台湾的两岸和平的或者战争的问题，这是内战问题。他们把它定位为内战的问题，内战就没有人会使用核子武器。就你现在跟美国人讨论核子武器要不要核子保护伞？什么叫核子保护伞？就是把核子武器摆到台湾来，叫核子保护伞啊。那你这样不是在找我们台湾人自己的麻烦吗？所以吴钊燮，你不要故弄玄虚好不好？所有跟美国人讨论到这个议题，那不方便公开说，这很严重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至于这个拜登说要送给我们5亿美金的这些武器赠品那我个人立场不一定是代表国民党，但我是觉得只要是不要钱的，多拿一点没关系啦。那但是不要说拿这个不要钱的东西还要高价买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那就不要了。就像很多百货公司门口有人送那个赠品什么香水赠品有没有？送了以后就马上要加烂以后马上要买他的东西，那就不必了敬谢不明那就没什么好意。所以冯史宽讲对了不要钱的最贵好，来，请教育老师。是的，我这个讲到赖清德这赖清德他本身来讲我觉得他好像知识面上有问题。他上次讲说没有主权的和平，好像不是真正的和平，好像他讲这话了。我那个时候就讲过，他根本对于主权什么概念都搞不清楚，然后他这么乱用这 DNA 的话呢，我觉得也足以看得出来，他这个医生的整个训练当中，他讲这个事情，因为讲这个 DNA 的事情的话呢，牵涉到几个，你讲话要有根据，你不是要选总统吗？你怎么讲话没有根据呢？什么叫 DNA 是内部组成的结构嘛，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你现在的话来讲，一个党没有民主的这个 DNA， 那你民进党有吗？你不能够取名字有就有你等于是骂自己嘛。不过我对于这个在台湾生在台湾长哇塞底家，我大汉底家，我以后嘛细底家我一个外省人，我要讲几句台语不是说只有蔡委员一个人会讲台语我们台语讲不好的原因是我们终身的痛我们没有办法有归属感你每一次一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今天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很难受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一看就知道谁是外省人，谁是台湾人。这种问题，刚刚我们蔡委员讲得很好，这是落伍的不能够再落伍了。为什么？因为我暑假的时候回到山东，我会讲山东话，哇，不得了，粉丝一大堆，一个视频来上百万。为什么？因为你会讲方言，方言能够打动人心，但是你不能拿来搞政治、搞选举我的天哪！你这样的话呢，等于排除很多人尤其像人家刘兆玄这种人，对不对？你这样说人家台语讲不好什么的，我昨天跟我几个同事在一起
起，他们都很热心的问我，为什么在台湾住了50、60年了不会讲台语？我讲说，我从小成长的环境中就没有这个机会，我现在后悔的不得了啊！我有时候可以埋怨到我死去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你没有住在那种三通埔这种地方啊？啊，你当什么大学教授啊？为什么？张忠谋也不会讲台语。不是了，我跟你讲，人家张忠谋当美国人的，我们美国人也没当到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现在整个生理上、心理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请大家不要忘了，因为我们舰长，我们一听，我根本就不认得他，我就知道他会不会台语啊？可能会了，完全不会啊，对吧？就是说我一看就知道。但是我要强调，这种事情先找这个叫做 pre-selection， 就是你还没有参战就讲，像什么刘兆玄讲这种话的人的话呢，他的想法杀人诛心啊，他就告诉你自己，这种其实讲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恶质的做法。最主要是像我们委员讲的一样，这是一个很落伍的做法哈。另外的话呢，像吴钊燮的话呢，跟赖清德差不多的水准了，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做纳入美国的核保护伞。他听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晓得他自己知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发觉有的时候我是感觉到我太谦虚了，应该我在干外交部长的，怎么搞得叫吴钊燮每次在那边发脾气乱讲话呢？对不对？这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来请教一下县长。是我听到吴钊燮讲这个话，我就立刻想到了认知战。然后最近我对认知战得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大家请记住一下什么叫认知战？认知战就是两个政府在说谎比赛，看谁说的谎能够说动人民。说到什么程度呢？我知道我在说谎，对方知道我在说谎，我知道对方知道我在说谎，可是我还在说谎。我要说到让我自己相信我说的是真的，这就是吴钊燮现在做这个事。他说了这个核保护伞之后，就让很多的支持台独人会说，他的感觉，美国已经在考虑，如果对岸武统，美国会使用核弹去攻击对岸，这是他所传达的一个思想。那通常你碰到这个东西，我坦白讲，我也不在现场听吴钊燮这个跟人家怎么谈，但他也不会跟你讲。碰到这个东西，你怎么知道它真假呢？我建议大家一个事情，就很多很复杂的东西你不要那么想它复杂化，你就把它当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扒，一层一层的扒往里看。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这个核保护伞，我先第一个问，这个核的使用权在谁？什么时候发射？从哪里打？是在台北吗？当然不可能，一定在华盛顿。那既然在华盛顿我接着第二个问。美国什么时候会使用这个核武？一旦北京发动武统，他就立刻丢一个核弹过去吗？怎么可能？对不对？他会拿美国人的生命在这里为了你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所以那是绝无可能。你去这样想，那真的是脑袋打铁。第二个，还是如果北京使用核弹攻击台湾的时候，他会用这个核弹来打回去，来保证一个这个毁灭呢？也不可能，因为大陆打死也不可能，别说台湾了，任何国家都这样，你没有核武，他就是不会去攻你，他甚至不会威胁去用核武攻你，这是一个前面。所以你听完这个就知道，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核武什么时候会有一些叫做嚇阻的作用我跟你讲，第一个，发射权、拥有权一定在我手上，这是第一前提。第二，是当我要生死关头，对方要我死的时候，我要使用这个东西，保证你也死，我们双方一起毁灭，这叫核相互保证。这个毁灭，只要不符合这个情形，核保护伞完全是一个假议题。我请问你，核保护伞代表什么？你仔细去想想，我问的这一个一层一层一层下来，很逻辑的完毕之后，你就知道完全没有意义，完全是一个认知战。